在未来，死亡是被严令禁止的，因为人类都能被一种名为复活术的咒语复活，并且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只需在地上画出特定的几何法阵，言诵死者姓名就可以将其复活。于是，无数顶尖科学家被争抢着复活，因此人类科技在短短的100年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蓝星人口也开始了匪夷所思的膨胀。直到公元2099年时，人口就已经到达了400亿之多。于是，各个国家都签订了33公约。此公约规定了，任何人都不允许再有后代。此外，人一旦死亡，还必须等到50年后才能被复活。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死去的我也被复活术复活后，就发现已经置身在这座名为塔的监狱里。活了，总算是活了。什么情况？我不是死在元婴期的雷劫之下了吗？难道那呼风唤雨的几百年只是一场黄粱大梦？嘿，兄弟别愣着了，是我复活你的，快说你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聒噪。这是哪儿？你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你总该记得自己住哪儿，家里还有什么亲戚朋友吧？快告诉我！一直在打听我的出身，这人有问题，不管了，先将他制服，然后问个清楚。糟糕，我的元婴期修为消失了。说你呢，回话呀！你叫什么？住哪儿的？真不好意思，我头实在是疼得很。你就配合下不行吗？你为什么不配合呢？我错了，不要骗我！被复活者邓斌生于2035年8月1日9时13分，出生地为东南亚，华裔。这就是能将人凭空复活的法术吗？你刚刚之所以被电，是因为没能问出我身份，对吧？按规定，我只要没问出你身份，就要被塔里的机械手给电死，在之后就要轮到你了。轮到我？什么意思？兄弟，别怪我心狠，这破地方不给吃不给喝，唯一的目的就是把人活活折磨死，然后再复活继续折磨，永远没有尽头。一会儿我动起手来，你最好别应承，把你父母亲戚朋友的名字全吐出来，把他们也拉进这地狱来陪咱们。想拿我的亲友垫背，就凭你这蝼蚁也配？死鸭子嘴硬！继续啊！你不觉得疼？我虽修为尽失，可仍是元婴期大能的神魂，只需一念之间，便可彻底封闭自身五感。这种凡体上的痛苦，对我来说，挠痒痒都不算。大哥，你这是什么法术？求求你教教我！你这么想学我这门法术，我猜是因为你也会跟我一样被折磨。这种折磨是轮换着来的，现在是我折磨你，但过个10-20年可能就换别人折磨我了，然后这样再过个10-20年就又换成我折磨别的人，永远没有止境。这里是哪里？不清楚，我只知道这地方被叫做塔，然后所有被关进塔的人都要一直这样被折磨。塔里面待得最久的人，据说已经被关了有2000多年了。2000多年？哪怕这儿的人能一直复活，但时间久了也会被逼疯吧？是会疯的，但人死后再复活就恢复正常了。看来这复活人的法术不仅能助人重塑肉身，还能刷新被复活者的精神状况，怪不得这人变脸这么快。我还有个问题，你连我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复活我的？我的穷举法，要想复活一个人，并不是一定得知道这人名字，只要你知道这人的生属年月或者经历，就能借助这地上的几何图案把人复活了。我复活你的时候，我给的前提条件就是姓程的男性，生于1999年2月23日1时13分。如果在这1分钟内刚好就只有你一个姓程的人出生，那么你就能被复活了，哪怕我从没见过你。而如果没能复活，那我就会再换个姓氏，一直到100家姓都被试完为止。不行，没时间闲扯了，数值一旦跳下50%，我就得遭殃。什么意思啊？一旦你被我折磨，那屏幕上的数值就会上升。为了能完成任务，我差不多要每天折磨你大概15小时左右，所以你差不多每天都要被复活一次。我每2天也要重生一次，不然人会饿的，渴的受不了。便撕裂空气，抽在皮肉上，溅起雪花，日升月落，
光阴在这座名为塔的监狱里失去意义，整整3年，我被困于此。我无时无刻不在暗中打量四周，寻找出去的机会。然而塔内死水一潭，毫无变数。别说越狱，连个真正的狱警都没露过面。差不多了，我每天都要这样折磨你，累得像狗一样，你却反倒一点事儿都没有。我有点扛不住了，我先睡一觉了。还是老规矩，如果那屏幕上的数字降到了50%，而我还没醒的话，记得一定要叫我。放心吧，那屏幕会帮你看着的。好兄弟。3年了，这里的情况已经摸索的差不多了，希望染血秘术能带我逃离这里。我去，你在干嘛？必须要快，这术法消耗生命。有人！这些守卫不是人！复活者，姓氏程，生于1999年2月23日1时13分。兄弟，你刚刚是怎么跑出去的？这座塔里边的守卫有问题。你连这都看出来了？怎么，这秘密你早就知道？我也是听人说的，这座监狱里的守卫都不是人，不过因为跟人长得太像了，所以我们都会叫他们伪人。单凭那些伪人的速度以及作战能力，我至少需拥有筑基期以上的实力才能与之抗衡。怎么办？死而复生后，修为也会随之烟消云散，根本没办法在塔中苟着修行。还是多了解了解情况，伺机而动吧。你可清楚你在这监狱里边待了多久了？按规定是每10年到20年轮换一次，我就按每轮15年来算。我应该是被折磨过总共6次，至于我折磨别人，不算上你这回，总共是5次，加一块就是11次，也就是11乘15等于165年。那在这165年里，你可见过有人能从塔里活着出去的？没有。我觉得光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逃出去的，要想出去，还得要塔外面的人配合才行。我觉得希望不大，毕竟有人在这塔里待了2000多年。要是外面的人能救我们，不至于这么久了还一点动静都没。塔里其他人也都这么想的，甚至都觉得外面的人应该都已经死完了。比如因为战争搞得地球环境不适合生存，哪怕有复活术，人类也没法再继续活下去。待在这监狱实在是太难熬了。我打算把自己意识抹掉，变成植物人。这么一来，哪怕我要在塔里待上几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时间，也不过是残指一挥间而已。你能抹掉自己意识怎么的？我精神力天生比普通人强很多很多，所以我能轻易做到这儿。例如让自己感觉不到疼。你这能力是天生的，那就表示我学不来了。所以我才一直都没把这能力交给你，不是我不愿意，是真没法子教。再然后就是我担心我脑死亡后，监狱里会突然发生变故，到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把我给杀了，这样我就能死而复生，然后恢复意识了。作为回报，如果我们真从这里逃出去了，我会传授你修行法门，让你能通过修行成为仙人。你被复活前到底是干嘛的？我答应你，一旦发生什么变故，我就会在第一时间把你嘎了。不过你也别忘了，你承诺的，必不会忘。时间流逝，我在不知不觉间度过了10多年时间。这一日，我被折磨致死并复活后，就发现所在房间的电子显示屏上竟莫名多出了一串正在读秒的倒计时。喂，醒醒！完了，我们时间到了，要开始下个轮回了。意思是换成我来折磨你吗？到了下个轮回，你会被安排去折磨别人，
而我会被安排去别的房间，任由别人来折磨我。我苦日子要来了。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曾拐弯抹角地打听我身边亲戚朋友，如果我说出来了，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我们每次轮回时，监狱都会给囚犯们一小段自由行动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囚犯们可用穷举法去复活那些从未在塔中出现过的人类。如果复活成功，那么他就会分给我食物或者是水作为奖励，又或者让我多1-2年的时间折磨别人。不好了，下一个轮回要开始了，马上就要换房间了。兄弟啊，我是真不想再这样了。20年啊，下个轮回我要受将近20年的折磨，我是真想死，真的我做梦都想。讲真的，兄弟，你觉得你有可能从这塔逃出去吗？也许能吧。那你一定要记着，我求你记着，我叫邓斌，文武斌，出生在2035年的8月1日9时13分。你如果哪天逃出去了，求你一定复活我，我给你当牛做马，哪怕永远当奴隶都行。我答应你，如果能逃出去，一定尽可能去复活你。兄弟，你一定能从塔里逃出去，对吧？你一定能的，毕竟你是修仙的，你有那么多能力，你不是普通人，对，你不是普通人。被复活者姓氏成，生于1999年2月23日1时13分。被复活者李修，生于1980年3月13日9时0分，出生地亚洲华夏人。邓斌不见了，这是我的新狱友吗？这个人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计数吗？你在记这些数？我怕你把那些数字都抹掉，所以就一直在抓紧时间记。问题是我并没像你说的那样做，这说明你应该才刚来监狱没多久，你心理状态还是相对较健康的。那你记这些数有什么用？算是怪癖吧。我天生就对数字比较敏感，在被折磨的时候，为了能让时间过得快一点，我会用数数的法子来转移注意力。这真的是怪癖吗？还是另有什么原因？相比起之前的狱友邓斌，李修很明显要沉默寡言许多。见我不再开口，他便也始终保持着沉默不语。时间1分1秒的过去，很快电子显示屏上的数值就由60%下降到了50%。喂，马上就到50%了，你还不动手吗？按照监狱内规定，数值必须一直保持在50%以上。这意味着我需每天折磨李修至少15小时，否则我便会受到来自监狱的惩罚。你还不动手，再不折磨我，那些机械手就要电你啊！到时候可别哭鼻子。被复活者姓氏成，生于1999年2月23日1时13分。兄弟，你是真的牛啊！你感觉不到疼吗？你之前写的那一连串数字到底有什么作用？一开始怕你心理健康是装出来的，所以没敢跟你斗底。但现在我放心了，你心里确实没任何问题。所以呢？所以我打算跟你合作。而刚刚那些数字是我来监狱的具体时间，准确到秒的那种。你之前共写了6组数字，如果是记录时间的话，那么这些数字对应的刚好就是年月日，还有时分和秒。不错，根据我总结出来的规律，监狱里的每次轮回，其间隔时长永远都只会是整数，且只会在10年到20年之间变动。可以是11年、12年、19年或20年，但绝对不可能是11年又3个月这样的数字，能听懂吗？懂，你继续。比如我刚写的数字是39、8、15、14、22、50时，那么相对应的，我们这次轮回开始的时间就是39年8月15日14时22分50秒。假设我们这次轮回前后总共间隔有15年，那么下次轮回开始的时间就是54年8月15年14时22分50秒。
这到底有什么用？如果我能靠着时间从监狱里边逃出去，被复活者李修，生于1980年3月13日9时0分。被复活者李修，生于1980年3月13日9时0分，出生地亚洲，华夏人。被复活者李修，生于1980年3月13日9时0分，出生地亚洲，华夏人。这次没有复活，成功了吗？看来他所提出的方法是可行的，称在百家姓的170位。算算时间，应该轮到我了。既然如此，那就给我爆！燃血大法开！被复活者姓氏成，生于1999年2月23日1时13分。靠，没卡出去，失败了。再来，燃血大法！被复活者姓氏成，生于1999年2月23日1时13分。又失败了，难道这个方法不可行？我不会被永远困在这里吧？不行，再试一次，燃血大法！我去，我的灵魂怎么飘起来了？等等，下面那是什么鬼东西？我之前待的监狱地方，居然真的是一座塔！天哪，这到底是多少座塔？这是把全人类都当猪仔圈养了吗？到底是谁搞出这种逆天手笔？被复活者姓氏是成，生于1999年2月23日1时13分。别过来，走开！你们这些吃人的妖怪，死变态，别碰我！保安，赶紧把那个疯子摁住。下一位。你好，欢迎来到天宫空间站，我是负责接待的心理医生柳如烟。你是第一次被复活吗？现在已经不是21或者22世纪了，而是4000多年之后。今天是公元6141年的2月15日。我不是第一次被复活，在来空间站之前，我在塔监狱里待过一段时间。怎么可能？你在塔监狱里待过，情绪还能这么稳定？你这样子，我一点都看不出你被虐待过。该不会你被复活到塔监狱后，没多久就又被复活到空间站了吧？我在塔监狱里待了将近20年吧，这算久的吗？不可能，你在塔监狱待了整整1个轮回，怎么可能还表现这么正常？问题是，我有骗你的必要吗？如果你觉得我不是从塔监狱出来的，那就不是好了。在塔监狱里的生活，并不会为他带来任何好处。他确实没有撒谎的必要。不过这个人确实有点不一般。那行吧，按照规定，所有被复活的人都要先进行心理评估，然后得分越高的人被分配到的工作岗位就越好。根据你目前的心理状态，我给你打的评分是 S， 你接受吗？ S 的评价分是最高的吗？那当然接受了。那好，接下来开始登记你名字。我要先跟你说下名字。在复活术面前，无论是小名还是假名字，它都会被复活术默认成是你的真名。所以我建议你在登记时直接说你真名。我全名叫程峰。程峰，好名字。有什么特长？被复活之前干什么工作的？工作？修仙算吗？总不能告诉你我是个修真者吧？你一个人在那儿嘀咕什么呢？什么修仙？哦，我说我以前是个高端农业技术人才，专门搞草药培育的，各种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的药理，
我闭着眼睛都能给你背出来。高端农业技术人才，说白了不就是种地的吗？行，档案上就给你写种植了，没毛病吧？没问题。修真6艺，炼丹、炼气、阵法、制服、灵植、御兽，其中灵植培育是我最精通得了，没人难得了我。行了，你的指纹已经录进系统了。在空间站，所有人的日常消费用的都是积分制，然后不管干什么，几乎都会消耗个人积分。就比如吃饭、喝水、洗澡、上厕所。上厕所也要消耗积分？这么夸张的吗？你以为呢？这儿不是地球，这是外太空，甚至就连你呼吸也同样要扣积分，直到归零为止。那要是一个人积分归零了，会发生什么？会把你绑到电刑椅上，然后电死你。不出意外，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复活到塔监狱里边了。你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这一点，日常消费很低的，普通人能工作1天赚的积分，最少也能在空间站待个5天左右。这儿待遇居然这么好。但我从接待室走到这儿，一路上碰到的人好像都在拼命工作，也没看到哪个偷懒了。积分除了能用于日常消费，还能让人日夜不停地念你名字，还有出生年月日，直到你被空间站复活，又或者积分消耗完为止。所以这儿的人才会个个都拼了命的工作。懂了，多谢柳小姐告知。我也就是看你长得好看，然后气质也有点特别，所以才跟你说这么多。你要是也喜欢我，记得晚上联系我。啊，这6000多年后的女人都这么生猛直白的吗？还是说我的三观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你昨晚干嘛了？都不来找我。女人只会影响我赚积分的速度，我很忙，没空玩过家家。装，给我装是吧？你这种人我见太多了。我是真没跟你开玩笑，我真的很忙，所以你的好意我只能心领了。好吧，那我带你去上班。像这种绿植区在空间站里边还有很多，主要是用来净化我们呼吸排出的二氧化碳，然后通过光合作用释放出氧气。二氧化碳密度比空气大嘛，所以这些绿植区基本都建在空间站的最底层。好了，接下来就是办正事了。我已经帮你把个人信息都录进去了，你准备好之后就可以开始考试了，考试成功才可以入职。那直接开始吧。行。我看你个人档案之前搞过种植是吧？是的，略懂一些。你左边种了一棵水草，你可知道这叫什么？这修真界的叫法和这里肯定不同，不能乱说。我并不知道这水草叫什么，不过因为我在草木培育方面有特殊天赋，所以我虽然叫不出这水草名字，但却能一眼就认出它作用。那请你说下那盆水草具体有什么用？这种水草应该有止血消炎之功效，味淡性凉，可以入药和食用，但味道并不好，而且不宜多吃，尤其是体弱宫寒的女性，食之有大害。不错，你身后这种水草叫金鱼草，是一种被子植物。受教了。那儿有堆长着7个叶子的植物，你可知道这个？这草药跟金鱼草刚好相反，这个性温及味甘，有补气活血化瘀之功效。这叫3七，就如同你说的一样，分毫不差。你叫程峰是吧？你以后就是031号灵芝区负责人了，有什么不懂的，记得多问多学。我记住了。那就这样吧。我去，你真可以啊！你可知道负责人一天能拿多少积分？一天应该能有个1000左右的积分吧？我一天也就能拿200左右的积分。1000嘛，还可以。这里植物中多少还带着些灵力，虽然不多，但足够我买入修行门槛了。程峰，既然你通过了工作测试，那我就去上班了。再见。都走了，终于可以偷偷的修炼了，尽快提升实力，才能在这个地方自保。
请问您是叫程峰吗？哼，是我。怎么了？是这样的，我是分立会的人，来找你是想邀请你加入我们，不知道你有兴趣没？没听说过，我不感兴趣。你听我说，空间站的高层都堕落了，他们根本就没想着要回地球。你继续说。像我们普通人不拼命工作攒积分，死了大概率复活到塔监狱，高层不需要努力，他们死了照样复活在空间站。他们吃着顶级的配给，喝着净水，这些人几乎不露面，只偶尔通过终端下达几句指令，所以分立会一直怀疑他们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些高层确实透着古怪，负责考核的那个黑影就一直用马赛克遮挡面部。你被复活的那天，我们就已经在关注你了。去过塔监狱还能拿到 S 级心理评分，据我们所知，你是头一个。分立会看中你的潜力，我现在正式代表组织邀请你，给我点时间，总不能你们现在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很合理。我顺带再给你说个有用的情报，你说，明天空间站的高层会向平民生活区投放极次水母，以此制造混乱，甚至是杀死其中一部分人。什么东西？是某种怪物吗？是的，主要是为了让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危险。这么一来，所有人为了能复活到空间站，自然都会拼了命的去工作。我去，居然还能这么玩！你说的那金刺水母具体什么样的？要怎么才能避开它们？极刺水母体型很大，会飞，然后整个身体都是半透明的，能无视障碍物穿过各种地形。然后那些水母尾巴上全是刺，有毒，人被蛰了基本跑不了几步就会昏倒。我知道的应该就这些了，我记住了。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就蒙块黑布，不怕空间站的监控拍到？放心，空间站靠太阳帆和锂氧气电池供电，这些年人口暴增，电力早就不够用了。为了节电，晚上各个工作区都会强制断电，只有生活区才会24小时供电。就暂时先聊到这儿吧，我先走了，保重。分立会有意思。终于到了炼气初期，该走了。你来我房间干什么？你不来找我，我只好来找你了。未来人还真是前所未有的开放。这要是换作21世纪，这人怕是也得要进猪笼涮一涮。我真不懂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提升实力才是最要紧的，再美的女人也不过是粉黛骷髅罢了。不好意思，刘小姐，我真没有其他想法。哼，装下斗男。哼，坏了，那些怪物又跑生活区来了。这么快就来了？你知道今晚上有怪物要来？不是今晚，那人跟我说的准确时间是明天晚上。你要干嘛？怪物是极刺水母，躲房间里应该没用吧？你确定是极刺水母？不确定，提供情报的那个人不是很可信。行，我们一起去看看。还真是极刺水母，快走！大姐都末日了，你还穿高跟鞋？你跑这么快，跑慢点就走不掉了，我们得赶紧去安全区。这些怪物，你可知道是什么地方来的？不清楚，反正自从空间站建成后没多久，这些怪物就开始出现了，然后一直到现在，
都没人能想到怎么对付他们。空间站里边应该有很多高科技武器吧？那些也不行吗？没有，那些水母就好像是不存在一样，无论什么样的武器都没法碰到它身体，除了人。人类不用武器的话，怎么可能对付得了这些怪物？每次有几次水母出现，空间站的高层都只能干看着，然后等这些水母吃饱之后自己走掉。这不是给你修了逃生通道？这里装了电磁屏蔽器，几次水母感应不到。别挤我，滚开！水母就在后面，不让我进，咱俩都别活！为了活命，大家还真是不客气。几次水母应该是吃饱了，危险解除，咱们回休息区吧。走吧，几次水母有着虚实转化和传送这两种特殊能力。若我还有元婴期修为，说不定也能自创出这两种法术。再不济也能出手抓住其中一只用来炼器或是用于炼丹，多少也能从中捞到些好处。看来这空间站也不安全。今天几次水母，谁知道明天是什么？是谁？难道是柳如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是分立会成员？上次在植物园我们见过。是你啊，怎么不用黑布蒙面了？第一次接触总是要保持神秘感的。你果然跟别的人不一样。几次水母出现那晚上，你带你女朋友居然能跑那么快。你们在监视我？那晚上你跑那么快，我们有人注意到你不是很正常吗？很好，下次别注意了。不用这么警惕我吧，我们之间又没什么矛盾冲突。你给的情报有误差，说好第二天，水母当晚就来了。情报拼凑出来的，难免有出入。我们只是一群人团结到一块而已，所以能了解的情报并不一定100%准确。我这次来是问你考虑的怎样，加入分立会不？我们最近搞到了一套最新的型号 C21号装甲，不过这套装甲对穿的人要求有点高，需要精神力特别强才能操作。然后我们就找了很多人打算培养，这里面就包括你。这就是找我的原因。你说的装甲具体能做什么样的程度？就比如速度还有力量之类的。动力装甲不擅长速度，主攻破坏力和防御力，穿上它还能适应各种极端环境。有兴趣吗？还行吧，我听说 C21的最大出力抵得上5辆旧时代的 SUV。除了装甲，分立会还能做机械改造。你要是有兴趣，我可以推荐你去当改造人。改造人具有动力装甲的力量和防御力，就是会幻痛之外，基本上不存在任何缺点。幻痛又是什么意思？就是改造成半机械体后，会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疼。这种疼并不是实质性疼痛，而是你大脑产生的幻觉。你们知道哪能弄到符神、大劫和消石吗？年份越久越好。你要的消石倒是好弄，只要愿意花积分，在黑市上应该就能买到。不过符神和大劫是中药吧？你是管绿植区的，你都没有，别的地方更找不到。炼制筑基丹的辅料都齐了，偏偏卡在这2味药上。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空间站的各种设备每年都会有损耗，所以要想维持空间站运行，就得不停从外界补充物资，这些都要人开拖船去地表上运回来。你倒是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东西。让我开拖船去地球？问题是我不会啊。这你放心，等你上了拖船，会有人教你。
基本上几分钟就能学会。到了地球之后，你先把要收集的物资都收集了，剩下的时间就可以用来找你需要的东西。那我去了地表之后，是不是要防着点什么？毕竟人类一直都待在空间站，那就说明地球上肯定是危险的。地球上有种叫丘脑哨兵的怪物，用4足爬行，全身上下都覆盖有黑颜色的甲壳，一般只会在晚上的时候出现。这种怪物有什么特别的吗？他们的战斗力很强很强，哪怕是激光武器也很难伤到他们。遇到了那些怪物就只能跑，但逃跑的前提是你得接受过改造手术，不然你跑不过那些怪物。怎么样，你要不要改造一下？以你的身体机能肯定会是最完美的改造人。就不能给我弄台机械动力装甲吗？那改造手术我有点不太能接受，拖船的载货量本来就没多少，如果非要硬塞进去一台机甲，那就基本没地方用来装物资了。所以拖船的驾驶员一般都是改造人，没谁说带机甲下去的。怎么，你该不会是怕手术之后的幻痛吧？我记得你复活到空间站的时候，不是拿了 S 的评价分吗？怎么连个手术都不敢了？我也得要交底牌了，不然我去地表还不得少个胳膊少个腿啥的。我勒个豆，这是超能力！你天生的，还是说经过了后天锻炼的？两者都有吧。总之我各方面身体素质都要比普通人强很多，所以我不进行改造手术，直接到地表去没问题吧？你这情况太特殊了，我得先回去跟其他人商量一下。不过你放心，这事我只跟分立会的几个核心成员讨论，不会泄露秘密的。能给个准确时间吗？讨论具体要多久？拖船要多久能准备好？1个月之内，1个月之内我肯定给你安排好，这样可以吗？可以，那就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突破炼气中期了，这样下去，执行任务也多了些自保的能力。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我跟分立会谈好了，会重点培养你。如果你死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复活你。除此之外，我还给你安排在半个月后，乘编号为006的 C1 型拖船前往地表。还有我们分立会的众核心成员们想要见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见面就免了，至少现在不行。我并不想被太多人知晓。没事，我能理解。那你准备准备吧，半个月后出发。这次下去，你有2个任务。首先是我们分立会的任务，你需要画出对应的几何图案，用复活术把我们指定的1个人复活。然后就是空间站的任务，你登陆位置的地点，能装多少装多少，剩下的空间装满水。还有2个地方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去的，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哪2个地方？因为他现在那儿，那边有很多伟人在活动，你过去基本就是找死。第2个地方看着和大脑有点像的丘脑核心，丘脑哨兵。不要碰到他。好了啊，注意安全，一定要活着回来。5、4、3、2、1，起飞。C6141年4月3日5时21分0秒，轴向对接分离加速完毕。奇怪，这塔看起来怎么会让人心生厌恶？你应该也感觉到了吧？那些塔只要稍微多看几眼，人就会觉得难受。还真是，这是精神污染吗？你看着难受，大概是因为他们被设计成了跟我们人类审美完全背风而驰的样子吧？我又不是研究这方面的，所以就没法跟你一点点解释了。
这就到了。好浓郁的灵气，好像回到了修真界。应该是人越少的地方，灵气便越是浓郁。看来这里已经很久没人来过了。要不是晚上太危险，我还真舍不得走了。程峰，到了地表之后，你启动探矿机就可以。探机找矿得花个半个小时，找到矿脉会亮绿灯，之后让它自己挖就行。所以探机找矿的时候，我是能自由行动的吗？只要不离开太远就行。要是被地底人看到，探机没人手，他就会来搞破坏。地底人，地底人都是从塔监狱跑出来的人类，他们脑子都有问题。什么问题？难道是智力有问题吗？地底人会把痛苦当做一种享受，而且这种享受不是什么幻觉，都能让他们大脑分泌多巴胺，就算是死而复生后，他们还是依旧如此。这也太夸张了吧？那塔监狱对地底人来讲，不就跟天堂一样吗？所以塔监狱从来都不会去复活地底人，那里面关的就只有我们这样的正常人类。你刚不是说了吗？地底人和我们一样，都是从塔监狱跑出来的人类。那为什么空间站的人不能有地底人那样的能力？地底人的能力确实是能通过某种办法后天得到，不过空间站高层并没把这法子公布出去，他们嘴也能问，哪怕是我们分灵人也打听不到。这高层到底在想什么？这方法一旦公布，塔监狱不就拿我们人类彻底没办法了吗？谁知道呢？不多说了，已经到5点了，你快去找你需要的药材吧。再不走，头脑哨兵就要出来了。今日收获的灵草灵石虽无法让我炼制出筑基丹，但那些辅助修行和战斗的丹药绰绰有余了。在吗？在吗？能听到这声音吗？别再往前面走了，这声音听着像丘脑核心发出来的。问题是我拖船就在前面，不往前走，我怎么会空间站？那就动作快点，只要不天黑，哪怕你离那丘脑核心近一点，也是不会有危险的。能行吗？怎么样？看到那丘脑核心了没？看是看到了，问题是那大脑把我拖船全裹进去了，这我要怎么办？我只能说你今天运气有点不怎么好。丘脑核心虽然跟及时水母一样会突然出现在有人的地方，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我找人问一下。喂，号！哦，惹大祸了。曹景，你个混蛋，你给我出来！曹景，宋门道，你给我出来！信号断了，你他妈故意的吧？喂，程峰在吗？你总算回来了！一群丘脑哨兵在追我。没到晚上，他们一般不会出来的，怎么回事？这你就别问了。你部署的探机应该没被丘脑核心给裹进去吧？还没有。那好，你现在快去使用探机前往地底。那是地底人的地盘，丘脑哨兵也同样不能擅自闯入。地底人虽然不会见到人类就杀，但他们邪门的很。怎么个邪门法？你快去把探矿机功率开到最大，然后直管往下钻探，一直到把地表打通为止。怎么样？打通了没？被抓到你就死定了！别说了，你这样搞得我压力很大。
看下矿机数据，下潜了多少米？大概800多米，还有200米。千万别让这些球脑士兵把矿机破坏了，否则回来会遭要罚款。这谁控制得了啊？你现在是钻到地洞了吗？是的，快，赶紧拴好缆绳，跳钻井那边而去。你时间不多了。不行，来不及了，来不及！怎么？你打算直接跳下去？那碳基打出的井起码有好几百米深，你直接跳不会有问题吧？不管了，染血大法！守兵！完了，应该是骨折了。不行，球脑哨兵们还在我头上，再不走真就完了。染血大法！怎么没声音了？不敢下来。看来他们和地底人有约定。你还在吗？能听到吗？喂，难道是没信号了？不管了，先疗伤要紧。回春术。总算好了，我得赶紧找到回到地面的方法。有人？他这是在干什么？这看着就挺疼的，看来地底人还真如传言一般。你好，你能听懂我说话吗？你是从地表上来的？对，我就是想问一下，你可知道怎么走才能到地表上去？我正要去打水，要不你先跟我一道？水？可以，刚好我也想搞点水喝。那走吧。你住的地方就在这附近吗？到了，我先喝口水。你好几天都没喝水了？不是，我只是怕自己口渴，所以提前多喝点水。怕自己口渴，所以提前喝水，这什么逻辑？那为了防止肚子饿，你们是不是还会提前多吃些饭？是，不然饿了再吃饭，那人得多痛苦。渴了再去喝水，饿了再去吃饭，身体是会产生愉悦感的。但眼前这女人却偏偏反了过来，有没有一种可能，地底人虽能将痛苦视为享受，但作为代价，享受在他们眼里也会变成痛苦。他们的世界根本就是颠倒的。你是不是在一直强忍着不睡觉？而且这么做会让人觉得很爽，然后如果不小心睡着的话，会让你觉得巨难受。那肯定的，所以我都不怎么敢躺着。我已经撑了整整2天没睡觉了。难怪这人一直都有种喝醉的感觉，原来是他不睡觉导致的萎靡不振。喝水很舒服吗？在你嘴巴干得要死，嗓子里像有团火在烧时，喝上一大口水，那感觉真的非常爽。这样吗？我们地下人就从来都不会觉得爽。既然你水都已经打到了，那现在可以带我去地表了吗？当然可以，这边走，这边。到了。这里人浑身都是伤，看来应该是从奖励自己。我去，这更是高手。不对，这你住的地方，不是说要带我去地表吗？怎么到这儿来了？对，是要去地表的。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我是真快要扛不住了。要不你先让我睡一觉行不？等我醒了，我就带你到地表上去。我
去，醒醒，醒醒啊！唉，看来只能等了。谁？你好，请问方便开下门吗？什么事？我叫诸葛夫，是这村子搞研究的。我以前也是空间站的人。搞研究的？其实你也都看到了，我们地下人能把痛苦视作一种享受。然后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个，想不想看下我研究的东西？还是算了吧，我现在就只想尽快回地表，别的我都不感兴趣。你应该是想等精灵醒了带你去地表吧？唉，那我只能说，你可能要失望。有什么问题吗？金灵这小姑娘不要命的很，为了能让自己觉得爽，她经常硬撑着好几天都不睡觉，然后等实在坚持不住了再躺床上一口气睡个1天1夜，有时候还会更久。这有什么？我多等段时间就是了。地表人是不能在地底下随便过夜的。什么意思？因为长时间待在地底的人都会受到诅咒，所有人都把痛苦看作是一种享受，然后把享受看作是一种痛苦。你是不是觉得这种诅咒其实也挺好的？毕竟一旦染上，就不用再担心会被塔监狱复活了。我不觉得这是件好事，除非这种诅咒能够被解掉。看见没？我并没像其他人那样故意在身上制造点伤口来感觉到爽。你可知道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么做人迟早会死。虽然我们在死的时候能享受到难以形容的快感，但这种快感会让人上瘾，而且比药物成瘾还可怖10倍甚至100倍。成瘾？那地底人岂不是一复活就会立即自杀吗？所以一旦死亡成瘾，这人就等同于是废掉了。那地底人不是迟早会走向灭亡吗？毕竟人总是会死的。有没有兴趣去看下我对诅咒的研究？为了自救，我还是想过不少法子的。还是算了吧，你都已经把诅咒说这么狠，那我当然是想早点回地表了。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帮忙带个路？现在是下午2点钟左右，然后从村子去到地表差不多要4到5小时左右。你在这个点回去的话，差不多刚到地表天就黑掉了。所以要走的话，最好是在明天的凌晨2、3点钟。对，现在这段时间不如跟我去实验室里面转一圈。你放心，我没恶意的，就是有件事想麻烦你一下。不管你到时候答不答应，等凌晨3点钟到了，我都会亲自送你到地表上去。那行，我跟你去看一下吧。好嘞，走走走，走走走。怎么样，还不错吧？确实牛，能在这地方搞这么个实验室，我想想都觉得不容易。我一个人肯定是搞不起来的，村子里的人也多少出了力。毕竟我建实验室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怎么才能解除诅咒，还有就是寻找诅咒的源头。然后实验室里的大部分器材都是村里人冒险去城市遗址找的，另有小部分器械是跟空间站的人要的。对了，我看你实验室里有灯，那你电力都是从哪儿来的呢？靠水力发电。距离我们这村子不远处就有一条地下河。哇！虽然说我研究了快100多年了，都没能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但我开发的次声波补器倒是成功捕捉到了地底的诅咒。捕捉诅咒？诸葛夫没回话，只是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那台次声波补器上。怎么样，想不想听下地底诅咒是什么样？不用了，万一不小心染上诅咒就麻烦了。怕什么？你是要拿我做实验吗？
对不起啊，你算是这些年来唯一出现在地底的正常人，我是真没得选。我就知道这地底的次声波就是诅咒源头，我之前猜的是一点儿。你是改造人？不对啊，我刚明明用金属探测器扫过你，你身上根本就没人工改造过的痕迹，你是怎么速度那么快的？还有你这力气，就只是踹了我一脚就能有那么大破坏力。你胆子挺大呀，竟然敢骗我！哥，你还好吧？我没事，刚不小心把实验桌打翻了。你们忙你们的。那行，你自己注意点。你不怕我一拳打死你吗？怕，不过之前确实是我做的不对，所以你打我是应该的，就是可惜了这设备。哎，把这玩意儿修好，估计又得花不少时间了。哼，那也怪不到我头上。确实不怪你，兄弟，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出此下策的。我虽然用补气收集到了疑似诅咒的声音，但却一直不能确定，因为我没办法通过实验去验证。就这么一直干等了好几年，终于你来了。虽然这么做有点不道德，但我这项研究关系到所有地底人的未来，所以我必须得做，还算是有良心的人。一般来讲，正常人在地底待多久会染上诅咒？2到3天。不过，因为你刚听到了那声音，所以这一时间可能会提前。提前到什么时候？这我就不清楚了，毕竟不同人，不同体质。天地玄宗，万气本根，广修万劫，正无神通。我时间不多了，因为你那实验，我大概会在10小时后就彻底染上诅咒，所以我必须现在回地表。现在是下午4点，差不多会在晚上9到10点左右到达地表，是肯定会遇到丘脑哨兵的，但相比起染上诅咒，被丘脑哨兵杀死，其实也算不上多大个事儿。要不我给你带路吧，毕竟这祸是我闯下的。可以，不过你最好是不要再骗我了，不然你这实验室还有整个村子的人都得死。放心，我保证一定把你带到地表上去，然后如果遇到了丘脑哨兵，我就主动当诱饵帮你引开他们，这样可以吧？当诱饵就不必了，虽然说那是你欠我的，但我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让你一个凡人去帮我引开哨兵。反正你只要把我带到地表上就行。凡人？兄弟，你该不会是仙人吧？又或者是修仙的？我并没有回应，于是诸葛福只好跟了上来。一会儿功夫，我们就已离开了地底村落。对了，你不是被诅咒了吗？那为什么之前挨了我一脚会觉得疼啊？这不是为了能让你出气吗？总不能你踹了我，我还一脸享受的样子吧？你这……出来！不要等我动手！别动手，是我。怎么是你？你跟过来干嘛？我就是想去地表上看看，就看1秒钟我就立马回去。不都跟你说了吗？地表上有丘脑哨兵那些东西，弄不好你就死定了。我之前都答应过你身边这人了，说好睡醒之后带他去地表的，我总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算了，带着他吧，不用你们上地表的，所以应该不会有危险。你跟着我们可以，但没经过我同意，绝对不能到处乱跑。咦，
这么关心，精灵他不会还是个小孩吧？精灵是土生土长的地底人，目前就只被复活过一次，然后满打满算，今年应该有30岁出头吧。地底人是可以生育的，30多岁放在21世纪的地球上，已经可算是步入中年了，但放在现在，绝对算得上是小孩子。精灵加入队伍后，我们一行3人又继续往地表行进。程峰，能听到吗？能听得到。我之前在地底收不到信号，所以才一直没跟你联系。我知道，其他人都觉得你死了，一直在想办法复活你，但我却觉得你还活着，所以一直没启动拖船的自动驾驶。现在拖船应该还在原来的位置，等天亮之后你直接过去就行了。不行，我受到了地底的诅咒影响，必须在大概5小时之内返回地表，不然就会很麻烦。什么意思？会有什么麻烦？这就说来话长了，等我回去再慢慢跟你解释吧。总之，我现在的任务是想办法避开地表丘脑核心，顺利回到拖船上。你等会儿啊，我去找人帮你，你先别急着回地表。现在空间站对驾驶员这么好的吗？你失联了这么久，那拖船居然还在地表。其实刚跟我联系的根本就不是空间站的运控人员，我也不算是空间站的拖船驾驶员，我是靠托关系才来到地表的。那你混得还挺不错的。还行吧。出口就在前面，我们快上去吧。喂，能听到吗？我刚让人调了台卫星监控设备，我可以用那东西找到你在地表上的准确位置。我告诉你拖船在你什么方向，至于其他的就要靠你自己随机应变了。明白？所以我什么时候可以走？随时可以，不过你要先点上一团篝火，这样我就能更容易找到你位置了。你应该有火机吧？有的。程峰，走之前能帮我传几句话给你耳麦里的那人吗？跟你联络的那人能不能资助我点实验室设备？我可以把我研究的成果分享给他。行，我试一试。可以。另外，我还想跟你们建立长期交流。程峰耳朵上戴的那耳麦，能不能也给我一个？这样我就可以随时跟你们联系了。但问题是我们留着备用的耳麦在拖船上面，你要是去拿的话，肯定是会被丘挠哨兵追杀的。就没别的办法了。我在研究诅咒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问题有待解决，所以我现在太需要有人能帮我查阅空间站的数据库了。要不还是等程峰下次来地表的时候再把耳麦带给你吧，你看行不？不行，每次空间站都要几个月才会安排人下来，我不想等。我倒是有个法子，我能用秘法激发出你身体的潜力，让你在短时间内得到远远超过普通人的爆发力，兴许就能甩掉那些丘挠哨兵了。但我这秘法也是有很大副作用的，在施展的时候，这秘法会一点点消耗掉你生命力，直到你死为止。行，能体验你说的那种秘法，这本身就已经不亏了，哪怕是死，更不用说用了秘法之后我还能拿到耳麦。你那秘法要我配合着做什么吗？等下，不先让他回去吗？精灵，你先回去吧。我想跟你们一起去，现在多个人成功的几率就大一点，我保证能跑到拖船上。讲不过你，一起走吧。现在就只剩下了一个问题，如果要点篝火发信号的话，那只靠洞口这点木头还有干草肯定不够烧的。要想火势大到连卫星都能看到，就必须去地表上搞点柴火才行。所以你去地上搞点木头来吗？还是说我和精灵两个去？都不用。我的天，我看到了什么？看到我点的火了没？看到了。现在的时间是晚上10点30分。你以那个被烧的树为起点，然后一直往东南方向跑，应该就能找到拖船了。应该？我们在树林里跑，不可能跑得出一条直线来，所以万一有误差怎么办？反正我能做的就是帮你们不断校正方向，至于最后能不能到拖船，就只能靠你们自己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哇，这速度！不要再平白无故消耗体力了，你体力消耗的越快，死的也就越快。能听懂吗？我懂，我就是太激动了，不好意思啊。我没在理会诸葛父，而是用灵力化作黑针，刺激起精灵的周身大穴。我们走。那东西就在后面，你们注意点。哨兵们的动作异常迅速，只不过短短数十秒钟就已追上了正在狂奔中的我们3人。眼见丘脑哨兵已近在咫尺，诸葛父急了：“乘风！”你们位置歪了，托船现在你们的正北方向，别搞错了。收到。不行了，我体内灵力已经所剩无几，不能再继续用火球术了。我拿命去拖住那些哨兵，你和精灵跑。如果精灵也死了，你记得做个明眼的标记，等我复活了就过去。好。找到拖船了，那就好。跟你一起的诸葛夫呢？他死了，不过精灵倒是还在。可以让他把耳麦给带回去，耳麦不重要，你直接把耳麦丢地上，再做个显眼的记号，然后让诸葛父白天自己来找，反正他应该是记得大致方向的。所以麻烦你去问下，看看那小姑娘愿不愿意走。没问题，精灵，你愿不愿意跟我去空间站？行，我跟着你，我不回去了。好。话说精灵你打算怎么处理？让他一直待在空间站吗？那肯定不行啊，精灵算是黑户，不能待太久的。等做完研究，我会让人用拖船再把他送回地表去。当然了，他要是想通过自尽的法子直接复活到地底，那也不是不行，反正都随他自己。对啊，复活，要不直接把诸葛父复活到空间站怎么样？一来他能跟你们分享他研究成果，二来他本就一直想用空间站的数据库去查资料。你想多了，空间站里未经允许就私自复活他人，尤其是黑户，这属于是重罪，是要吃枪子的。行吧。C16141年4月4日23时44分3秒，轴向对接缓冲，请驾驶员同步飞行速度，对接完毕，驾驶员可以出舱。欢迎回来，你后面的应该就是精灵吧？欢迎。你这次搞到的锆矿石，除去上交的部分外，估计能有不少剩余的。到时候我会都折化成积分，然后转到你个人终端上。不过我们分例会肯定是要分一部分的，这没问题吧？没问题，毕竟你们也不能白忙活。还有，你之前不是问我能不能搞到福神和大吉吗？那2种药我没搞到，但却打听到有人手上有上了年份的山参，据说养了快220多年了，你可感兴趣？太好了，上了年份的山参素有百药之王的祖称，若能得到这株山参，福神和大吉只需10年即可，大大降低我炼丹的难度。那山参怎么卖？440万积分，不带还价。440万？我当驻职区负责人，1个月才3万积分，他凭什么要这么高？别愁眉苦脸的，只要你说服分例会，这事儿就稳了。你们愿意帮我出这些？是的，但440万不可能说给就给你的，你得有功劳，才能让别人看到你的价值。反正你先别急，到时候有适合的任务，我会帮你接。那行吧，但我还需要一个火炉，要求耐高温，能不能搞到？空间站里严禁任何人使用明火的，
要不我给你打印个电火炉，行吗？不能点火的话，我下次去地表时再用。你只管把炉子做出来就行，花的积分我到时候多补给你，行吧？还有一件事，能帮我找个朋友吗？朋友？那人叫李修，估计他是管理层的。那我尽量吧，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没问题。终于突破到炼气后期了。诸葛夫找到那儿麦了，昨晚联系上我们了，还给了我们他手上的部分研究资料。那你们研究出什么名堂没？怎么可能这么快？先不说诅咒了，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跟你讲下任务的事。有适合我的任务了？你听说过欧罗巴空间站没？居然还有别的空间站？当然有啊，你就不觉得奇怪吗？天宫空间站里就只有华夏人，黑人、白人都没有，连说其他语言的东亚人都没出现过。所以，华夏之外的人都在欧罗巴空间站那里？不是。现存的人类空间站总共有3座，规模最大的就是我们华夏的天宫空间站。4000多年前漂亮国和其他国家建造的国际空间站，现改名为天堂空间站。再然后就是欧罗巴空间站的，所以这次的任务是跟欧罗巴空间站有关。欧罗巴空间站被毁了。我去，应该就上个月的事。